泽连斯基高呼困难，要求北约下场参战。俄军高层清洗仍在继续，2名被捕，6名辞职。乌再次打击俄能源系统，星座级又增加10亿改造费用。日本帮助美国维护阿里伯克。俄缴获了第1台乌战斗机器人。贝尔波因鱼鹰事故而被诉讼。5月21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接受路透社采访时表示，当前战场局势是自俄乌冲突爆发以来我们所遇到的最困难的局势之一。他再次呼吁美国和其他盟友加快军事援助。我们和盟友共同做出的每一项决定都晚了大约1年，事实就是在迈出1大步前就已经退了2步，这需要改变。泽连斯基表示，每个人都害怕局势升级，但乌克兰正在直接面临死亡威胁。他希望盟友更直接地参与战争，但也理解他们对同俄对抗持谨慎态度。他提议临近乌克兰的北约成员国直接使用本国的防空系统拦截乌领土上来袭的俄军导弹，以帮助乌防御。这句话其实指向非常明确，因为俄罗斯导弹经常进入波兰领空，但波兰至今没有做出回应。同时，泽连斯基告诉记者，乌正在等待 F-16 战机交付以及投入使用。如果各国无法立即提供战机，他们仍然可以派遣飞机从临近乌的北约国家起飞，并击落俄军导弹。目前，俄罗斯空天军基本有300架战机在乌克兰领空作战。如果想要夺取制空权，乌克兰至少还需要120到130架飞机应战。今年6月即将在瑞士举行的乌克兰问题国际会议，虽然俄罗斯没有参加，但是泽连斯基希望能让世界上更多的国家参与到这次会议中。届时，俄罗斯将会面临更大的国际压力，而不仅仅是乌克兰。最后，泽连斯基直言，虽然最近几个月乌克兰在遭受挫折，但乌仍然可以赢得战争。尽管人们今天对于胜利这个词有些怀疑，但我们需要沿着这条路走到底。我知道这很困难，因为它很漫长，但它仍是我们最好的路。乌前国防部长扎戈罗德纽克称，美国对乌军援的恢复有助于缩小乌军同俄军当前战事的差距，但无法解决如何赢得战争这一核心问题。乌需要的不仅仅是更多援助，还需要考虑如何取得胜利以及取得什么样的胜利。他指出，西方国家对乌克兰的援助往往只考虑一次军援，缺乏长期稳定的对乌克兰的援助，并没有考虑到这是一场消耗战。如今俄罗斯已经为长期冲突做好准备了，并且生产了大量的军事装备，乌军应为此做好准备。大兵认为，泽连斯基非常明白乌克兰如今面临的困境，巨大的人数差距已经不是战术或者装备可以弥补的了，而依靠雇佣，乌克兰能招到的外籍雇佣军也极为有限。正如乌前防长所说的那样，乌克兰现在几乎没有取得胜利的办法，最多只能和俄罗斯僵持，然后一步步被拖垮。所以，如果北约真的想让乌克兰获得战争胜利，现在派部队进入乌克兰是最好的选择。不要等乌克兰打光了才想起亡羊补牢，要知道唇亡齿寒的道理。5月23号，俄罗斯调查委员会宣布逮捕俄罗斯副总参谋长兼主要通信局局长瓦迪姆·沙马林中将。同时，俄罗斯国防部采购司司长弗拉基米尔·维尔杰列茨基也被逮捕。沙马林被指控收受约合39万2千美元的贿赂，维尔杰列茨基也收受了约合76万3千美元的贿赂。很明显，这2位高官的落马依旧是伊万诺夫事件的余波。从4月22号伊万诺夫被捕以来，已经有5名国防部高级官员以及前部队指挥官因贪污而被捕，6名高级官员主动辞职。克里姆林宫最近的态度表明，这场对国防部和军队的清洗依旧没有停止。有消息称，一些被捕的官员和俄总参谋长格拉西莫夫相交匪浅，但目前尚没有证据直接证明格拉西莫夫和贪腐案有关。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在5月23号特别否认了这是一场有针对性的清洗，而说这是国防部例行打击贪腐的正常操作。大兵对此不做评论，但之前俄国防部从来没有发生过在1个月之内国防部长调职，3位副部长被捕的事情。乌克兰媒体报道，乌克兰安全局在5月23号使用远程无人机袭击了喀山和夏卡姆斯克的俄罗斯国防工业基地。这些设施位于达达斯坦阿拉布加经济特区，
用于为俄罗斯生产见证者系列无人机。俄军曾大量使用这种无人机袭击乌克兰境内的能源系统。俄罗斯媒体报道，俄罗斯官员已经下令夏卡姆斯克热电厂、3个石油加工设施、1个轮胎生产设施以及喀山的一处化工厂的员工需要紧急撤离。叶拉布加市市长鲁斯特姆努里耶夫表示，俄罗斯防空系统击落了该市附近的一架乌克兰无人机，并否认了乌克兰安全局的行动，对该地区造成了任何破坏。5月23号，乌克兰成功夺回了哈尔科夫北部的一小片领土，位于卢可亚提斯东南部，而俄地面部队在利普奇发动了进攻，遭到了乌克兰的反击。乌克兰总司令希尔斯基上将表示，俄罗斯在利普奇已经陷入了防御状态。同一天，在沃夫昌斯克及其周边地区进行进攻，但是前线没有明确的变化。希尔斯基表示，尽管取得了初步的战术成功，但俄罗斯军队现在在沃尔夫昌斯克的巷战中陷入了困境。乌军正在从其他作战方向将预备队转移到该地区。而在卢甘斯克，乌克兰同样取得了小幅度的战术胜利。乌克兰军队最近在比洛霍里夫卡以北略微推进。希尔斯基上将表示，俄罗斯军队继续在库皮扬斯克以北的森林地区发动进攻，并试图突破基斯利夫卡附近的乌克兰防御，以到达奥斯基尔河。而在恰西夫亚尔，俄罗斯一直在试图包围这座城镇。俄军在23号攻占了恰西夫亚尔东南部的安德里夫卡，并在东北部持续进攻。希尔斯基表示，俄罗斯军队正试图不惜一切代价夺取恰西夫亚尔，并且在该地区使用了 T-90 坦克和步兵战车。而在其他位置，俄罗斯也在发起进攻，但收效甚微。在罗伯季涅，有乌克兰部队称他们还在罗伯季涅，俄罗斯国防部的说法有误。五角大楼在23号向马里内特造船厂授予了一份价值10亿美元的改装合同，用于2艘星座级导弹护卫舰 FFG-66 和 FFG-67 的设计和建造，工程预计将于2030年4月完成。星座级导弹护卫舰是美国海军的下一代小型水面作战舰，被设计为能够在深水和沿海环境中作战的敏捷多任务战舰。它旨在加强海军的技术先进程度，为海上提供战略军事优势。星座级护卫舰的首舰 FFG-62 星座号的建造在2022年9月开始，该计划正在对作战系统、主要推进设备和相关网络进行早期集成测试。FFG-62 将具备多任务能力，包括空战、反潜战、水面战、电磁机动战。这些能力呢，将得到空中监视雷达、BL-10宙斯盾作战系统、MK-41垂直发射系统的支持。5月16号，海军部长卡洛斯·德尔托罗和海军作战部长丽莎·弗兰切蒂在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作证。议员罗杰威克在开幕词中批评了海军在为期45天的造船审查中提到的造船延误。威克表示，星座级护卫舰又延迟了3年，需要近10年才能交付主力舰，主要是因为海军无法保持需求稳定。自海军签署合同以来，近70%的要求发生了变化，因此我们今天看到的结果并不令人惊讶。这不是该行业表现不佳的例外，而是海军高级官员无法管理计划，这是对时间和资源的严重浪费。而海军部长德尔托罗则反驳说，就护卫舰计划而言，延迟是威斯康星州劳动力短缺问题造成的结果。德尔托罗表示，海军将在未来几年的国防计划中向地面工业基地投资 7.5 亿美元。仅在星座级上，我们就向造船厂提供了1亿美元的资源，因此他们可以在第一年就向造船厂工人提供5000美元的奖金，让他们加速建造。5月23号，美国国防部表示，美国海军舰艇修理厂和日本地区维修中心提前完成了2艘阿里伯克级导弹驱逐舰的改装。这项耗资8500万美元、为期548天的维护终于完成了。米利厄斯号在5月14号提前一天完成了耗资5600万美元、为期327天的维护。该船停靠在6号干船坞，进行了关键的维护，包括完整的传动轴更换以及船体和干舷的喷漆。这是由日本总劳务承包商、日本当地承包商和多家美国公司执行的。目前，米利厄斯号已经完成了海上试航，正在进行准备部署。
同样，本福尔德号在5月17号提前3天完成了耗资2900万美元、为期221天的维护。这艘船停靠在4号干船坞，进行现代改造工作。在俄罗斯宣布悬赏现金奖励，缴获一辆乌克兰正在运行的爱沙尼亚制造的无人地面车辆的2年后，俄罗斯军队似乎捕获了其中的一辆机器人。莫斯科战略与技术分析中心在2022年表示，任何能够捕获 Zermis 机器人的俄罗斯军事人员都将获得100万卢布，约合11000美元。今年2月，该中心主任鲁斯兰·普霍夫向俄罗斯媒体发表了一份声明，将奖金金额提高到了200万卢布，约合22000美元。本月早些时候，俄罗斯 Telegram 频道声称他们缴获的 Zermis 无人车，并且发布了图片。该模型由总部位于爱沙尼亚的阿拉伯联合酋长国旗下的 Military Robotics 制造。Military 发言人拒绝发表评论，仅表示该公司知道该消息。华盛顿智库欧洲政策分析中心研究员博尔萨里表示，图中的车辆非常近似于 Zermis 无人车，右上角还可以看到印有乌克兰国旗的部分，证实这是向基辅提供的军事援助。关于俄罗斯获得车辆的影响，分析员博尔萨里表示，这项技术并不是特别敏感，但存在一定风险。他表示，获取西方技术肯定是有用的，因为它为俄罗斯提供了工程和设计方面的替代想法或者概念。最重要的是，他们能够获取北约使用的传感器类型和通信加密技术。尽管大多数制造商都制定了防止技术盗窃的机制，但收回任何复杂的组件都可能让俄罗斯尝试仿制，并且将其改造成适合自己的零件。分析师指出，如果车辆系统中发现加密数据或者储存信息，可能会泄露乌克兰的一些军事设施位置，从而对他们构成直接威胁。截止到2月，Military 已经向乌克兰提供了15辆的 Zermis 无人车。公司高管表示，这些机器人在这个四面楚歌的国家排雷和货物运输时非常受欢迎。该公司在5月23号宣布，将在爱沙尼亚塔林公司总部附近增设新工厂，将产能提高5倍。官员们表示，新工厂预计每年可以生产500个 Zermis 无人车。该公司首席执行官表示，许多用户对机器人车辆的测试结果感到满意，正准备进行大批量采购。随着我们新工厂的开业，我们已经做好了准备来回应这些期待。2022年6月，5名海军陆战队员乘坐鱼鹰直升机在加利福尼亚州坠毁时遇难。他们的家属在23号向联邦提起了诉讼，指控飞机制造商贝尔德士隆波音防务以及发动机厂商劳斯莱斯未能解决已知的机械故障，导致4名美军死亡。这种故障被称为硬离合器结合。美军内部使用臭名昭著一词来形容这个故障，因为该故障从2010年以来已经发生了10几次了。V22 联合项目办公室在一份声明中使用了灾难性、无法预防和意想不到来形容该故障造成的事故，并且指出该故障是5名陆战队员死亡的直接原因。鱼鹰可以像直升机一样起飞或降落，但像飞机一样飞行。军方称其为游戏规则改变者，因为它允许他们快速长途旅行，并且进行垂直降落，但其安全性一直备受质疑。从2000年以来，已经有50多名军人在该机型的事故中丧生了。鱼鹰的2个发动机通过一个相互连接的驱动轴连接，该驱动轴在机翼内运行，在发动机的每个尖端上，一个称为 Sprague 离合器的组件将扭矩或者动力从一个螺旋桨传递到另一个螺旋桨，以确保2个转子以相同的速度旋转，这使得鱼鹰飞行保持了平衡。然而，如果离合器产生了磨损，或者飞行员的操作过快，就可能会发生离合器啮合，这会产生一个功率峰值，将动力激增到另一个发动机，并使鱼鹰陷入不受控制的滚动或者滑行，导致灾难性的失控。而海军陆战队长达400页的报告称，目前飞行员无法采取任何措施来防止这种情况发生。一旦紧急情况开始，就没有恢复手段，飞行员将在绝望中看着自己的飞机失控。对22年坠机事件的调查得出的结论是，海军陆战队在进行例行飞行操作时，经历了双硬离合器结合，导致了灾难性的机械故障。在坠机事故中丧生的海军陆战队上尉约翰·萨克斯的妻子在一份电子邮件声明中说，他希望他们能够重新设计，确保未来不会有其他家庭因为飞机的一个零件而受到伤害。
目前，贝尔、波音和劳斯莱斯尚未对此事发表评论。对此，各位有什么看法？欢迎发在评论区。本期视频到此结束，我是大兵，我们下期再见。